娘娘回来了。方才皇上来过了，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，说晚上再过来。知道了，方才受了惊吓，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，也好安心。我没事儿。这是出了什么事了？二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。有人耐不住性子了，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，害得轿夫滑脚，差点摔了皇儿。哎呀，那个轿辇那么高，要是真的摔下来了，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，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！一定是有人存心。哼，说到是哪位做下的事，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？除了他心思最重，还能有谁？若说为了皇嗣，他自然最有这心思，可旁人也未必没有。有了第一次，便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，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。娘娘，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，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。小允子在。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？在这儿。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，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。这，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。这，不管是谁，既做得出来，就别怪我容不下他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福金安。皇上，今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，正在寝殿睡着。叫太医瞧了没有？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？怎么不舒服？脸色这样难看。皇上，皇上，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？浣碧，奴婢在。你是熹妃的陪嫁，你来说。你只管说，没人敢责备你。皇上，午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，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，因此小主受了惊吓。好端端的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？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。在哪里滑倒？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石子路那里。六棱石子最是繁华，怎么会有鹅卵石？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。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？怎么会呢？臣妾不敢这么想。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，虽然承蒙皇上垂爱，能够再度侍奉在侧，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。胡说！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，怎么会保不住？今日的事，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，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，才故意为之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辇的奴才痛打30大板，打完再好好审审，感动朕的人，朕绝不轻饶。这，苏公公，等一等。臣妾请求皇上，不要张扬此事。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，若朕不罚，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，该如何？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，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，相信是无心之事。臣妾不愿再为一己之身，再使后宫不宁，使皇上烦心。有过不罚，此事又事关龙翼，朕心里总是不太舒坦。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，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。若再有下次，一并罚过。还有，那些抬轿辇的太监也是无心的，也请皇上饶恕他们，好不好？嬛嬛，你总是愿意体谅。
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，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。娘娘先睡吧。熹妃有身孕，不能侍寝。就算不能侍寝，皇上都要陪着她。脉象虚浮，虚火旺盛，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，睡不安稳。若不是微臣来，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？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，我心里担心，可是又没有头绪，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。我的身子没事，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。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，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。娘娘素来畏寒，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，岂不是亏了身子吗？幸好也只是我多思烦乱，不思饮食。怎么说？若是环儿，你必定担心了。都是血肉之躯，熹妃娘娘身子不适，微臣自然担心。难道你身子不适，微臣就不担心了吗？娘娘的身子要紧，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。微臣告辞。小主请安累了，您先宽坐片刻，奴婢去倒茶。已经问到了。是什么？花匠说，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，叫做牛毛藓，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石才有。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，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。新贵人也可怜，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，却还只是个贵人。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，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。小主，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？我到底没伤着，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不会重罚，倒不如先按下不提，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。启禀娘娘，储秀宫的齐嫔和新贵人到。本宫在正殿见他们。传。是。齐嫔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。熹妃娘娘金安。赐座。多年不见，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。熹妃娘娘风采如旧，一点也瞧不出薄嗣待过的样子。是吗？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，想来也有3年了。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，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，可见人心之变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。熹妃娘娘这张嘴向来是宫里数1数2的好，最能颠倒是非黑白。连娘娘想回宫，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，还有什么是不能的？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。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，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戴在身上盛装拜见，没想到这说话呀，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。多年不见新贵人了。熹妃娘娘金安。咱们是旧相识，不必这样客气。多谢娘娘记挂。果然是旧相识，一个就是主位娘娘，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。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。齐嫔，你是主位，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？岂不伤了体面？娘娘真是明理之人，只可惜这永寿宫
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。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，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本宫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，想做熹妃宫里的人，那有什么难的？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，省得你眼馋心热，做出这许多腔调来。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。你去回皇上，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？你有多大的本事，多大的面子，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呀？啊？嫔妾身子有些不适，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，先告退。娘娘，你瞧，他当着你的面儿都敢这么放肆不敬，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他多少折磨？一别数年，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是啊，自从挪进了储秀宫，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。嫔妾虽然早入宫，但碍于她是主位，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。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？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，有皇后拦着，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？偶尔向皇上提起，还被训斥说不安分。贵人既然来了，又说了这么些话，想必是深思熟虑的。有什么话，贵人不妨直说。娘娘快认快语，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。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，离开储秀宫。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，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得痛快。姐姐好志气，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，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，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。如今娘娘荣耀回宫，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辛酸。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，略尽绵力。贵人的心思，本宫心领了。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，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。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，怎么会力不从心？再说，娘娘已经回宫，再想与世无争，也不得不争。当然，嫔妾这次来的突兀，娘娘心存疑虑，思量些时候，那也是应该的。贵人所说这些事，本宫自会思量。小引子，在，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。这。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，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，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。贵人看看，可还喜欢？是呢，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癣，颜色极正。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，就是比别人的好。佩儿，快收着。是。贵人喜欢就好。可是论名贵，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？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，皇后亲赏的。她为显恩宠，10日又8日都戴着。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，独有一股异香，味道虽然很淡，但好闻得很啊。啊，那可当真是好东西啊。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，果然一离了储秀宫就拨弄是非，好像本宫委屈了她似的。娘娘是一宫之主，管教她是抬举她。新贵人既然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娘娘只管拿出主子的身份来压制她就是了。如今就敢这样猖狂，指不定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。自然，她以为仗着熹妃就得意了。熹妃要是没有肚子里那个东西，想爬进紫禁城，做梦去吧。方才新贵人说的话，小主觉得可信吗？
5分信5分不信。我方才拿矮子松给他时，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。若不是真无辜，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。方才和佩儿说了吗？说了，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，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。等我问问他，再做定论。越想越生气，我就是瞧不上齐嫔那轻狂的样子。难道他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？你以为他傻？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，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，我未必能容得下他，皇后更容不下他。索性与我翻了脸，我反而立时3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？反正齐嫔跟着皇后，是生不出孩子，挣不到出路的。小主何出此言？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？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，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？那是红麝香珠，看着像红玛瑙，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。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，我便更肯定了。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，用久了损伤肌理，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那他怎么堂而皇之的把它挂在身上，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？一来这东西难得，寻常人分辨不出；二来你没听新贵人说，那是皇后娘娘赏的。即便太医知道，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。你去小厨房看看，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？也不知她爱不爱吃。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，难免会生疏些，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。但愿如此。来，公主吃饭，乖啊，公主。龙月，来，让本宫来喂吧。来，龙月，吃饭饭。哎呦呦，来一口。哎呀呀，乖，多吃一点儿。果然，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，看进的多香啊！真乖。再吃娘娘一口。吉祥啊，起来吧。啊，娘娘正好在吃饭呀。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，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，就叫奴婢带了过来。真是精致啊！快搁这儿，龙月正好要吃饭呢。哎，那奴婢就先告辞了。好。来，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？啊，真乖。皇上待娘娘还是最有心思，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。莲花有香气，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。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，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？那年生辰，我见过圆明园满湖的莲花。后来人再怎么做，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娘娘，佩儿来了，快请进来。这。给娘娘请安。快起来，来。谢娘娘。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，人都瘦了一圈。新贵人待你不好吗？是奴婢无福，不能回来伺候娘娘。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，奴婢欣喜坏了，就忙跟着过来了。听说菊青没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娘娘出宫没多久，
安平就说菊青得了长痨暴毙，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给烧了。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，菊青的口鼻里全是黑血，分明是被毒死的。菊青虽是服侍安平的人，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，可怜人就这么没了。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，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。谢娘娘。自娘娘走后，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。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，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，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。去取药酒来。本宫当年一走，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，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，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。能服侍娘娘一场，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。在其他小主眼里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。奴婢身份低微，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？来，忍着点儿啊。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，他也不为你说句话吗？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，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，也会分辨几句。可是下次，齐嫔就下手更重。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，就算培儿是新贵人的人，也不能维护啊。这新贵人与齐嫔，当真不睦已久了吗？当真。你的心意，本宫都知道。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，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。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，你是知道的。你可愿意为了本宫，留意他们俩的动静，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？奴婢愿意。皇上，净室房的人来了。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什么事？老生意了。齐嫔又梦魇了。皇上，齐嫔梦魇了，请您过去瞧瞧。别过来，皇上。那朕过去瞅瞅。那皇上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，自然会回来。皇上，臣妾方才梦魇醒了，心慌得厉害，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？你瞧你，老是梦魇，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。臣妾找太医看了，太医说宫里阴气重，所以臣妾梦魇不宁。阴气重，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啦。可不是，皇上是真龙天子，您的阳气最盛，什么东西都压得住。皇上，您听听臣妾心慌不慌？小主怎么不拦着呀？皇上这一走，肯定不回来。小半年，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，回回都赶上齐嫔发梦魇。就知道拦不住，以前又不是没拦过，不都还是去了吗？真的是，新贵人位分低，一直不太得宠。齐嫔争宠争不过旁人，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，
妹妹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，启嫔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。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？静妃娘娘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义，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，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2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着，不痛不痒申诉2句也就过了。蠢货！什么？儿子恭喜额娘，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。小允子在。齐妃既然说梦魇，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。这，记得要拿5个海碗那么大的壶。齐嫔的梦魇要紧，也不必煮熟了，滚了就拿过去吧。这，想必皇上还在他那儿，你亲自送去，当着皇上的面，他不敢不喝。奴才明白。对，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，不准喝不完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你好像很讨厌齐嫔。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，那些仗势欺人的人，额娘不喜欢的人，儿子都讨厌。自己小主没本事，还泼什么水呀？有本事把皇上招回去呀！现在心口还慌吗？皇上不来，臣妾总是心慌。那朕再听听。皇上，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。什么东西？进来说吧。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，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。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。快喝了它，专治你的病。臣妾不喝。臣妾喝了，皇上就不来了。哎，朕来不来是一回事，熹妃为你好，你就喝了它。小主请吧。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？臣妾不喝。娘娘说良药苦口，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。您为了玉体安康，喝了吧。拿开，拿开，不喝。你若是不喝这药，就说明你没病。以前都是诓朕来着。娘娘吩咐了，药要喝尽了才好呢。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？她就是这样的性子，虽然肤浅张狂，倒也不失可爱。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，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。新贵人之流，日久难免心生怨恨，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，如此一宫不宁，则后宫不宁，长久下去，岂非酿成大祸？嬛嬛此言很识大体，如你所说，朕是该对齐嫔略施薄惩，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。此事一出，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。太后知道了，很是欣慰，不住口的赞你。太后也知道了，后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？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，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。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，现下倒是100个放心了。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？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，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，怕我狐媚惑主。现在动手张扬了，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。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。在太后眼里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。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？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。倒霉了，连走路都走不顺，好好的踩一脚泥。小主别生气，平白气坏了身子。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，一转眼倒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，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。
本宫被狗咬了，能不倒霉吗？小主暂且忍一忍吧。现在就连皇上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。熹妃算什么东西？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2眼她那副妖媚样子，他就来作践我，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，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，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，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？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。你有多厉害，本宫不知道。哎呀，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。启嫔，还是擅自珍重的好。有这毁子骂人的功夫，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，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。是熹妃，是熹妃。嘘，小主别出声。额娘，额娘不生气。记着，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、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、费心力。是。贵客来了，我有失远迎，真是失礼了。多年不见，端姐姐的气色见好了。谢谢，妹妹请。有了温宜呀，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。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，连个盼头也没有。姐姐真是好福气，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。静妃心疼龙月，更胜于我心疼温宜。到底呀，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，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。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呐。将心比心，如果要是现在香嫔活过来找我要回温宜，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。我明白，静妃呀，她是个明白人，可是再明白的人，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，更何况是母女之情。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，那一年呢，龙月病了。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，要是那个时候龙月留不住了，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了。我这个做额娘的，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，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？我只盼着她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。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，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。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3天就离宫，那3天的殚精竭虑，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？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，别急着接回龙月，就算你思女心切，那也得忍耐呀。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，婉嫔甄氏的女儿，你要少沾染，才会少些闲话呀。姐姐的话，我记着了。哎呀呀，好了好了，看你热的，额娘啊，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？好。